如果您为了追求更好的照片画质，打算从 iPhone 12升级到 iPhone 16，到底值不值？我用这两台手机在各种环境下做了拍摄的测试，就想看看从 iPhone 12到 iPhone 16这4年 iPhone 的拍照性能到底有多大提升。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，我是大马毛本。其实我 iPhone 12一直用的挺好的，真正不满的地方实际上就2个。第一个，电池确实不行了，完全撑不到1天。年初在台湾骑车的时候，基本上早晨出门开地图，中午之前就没电了，只能一路插着充电宝。没有电的手机就是个废物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相机的这几个镜头防电污镀膜可以说是损耗殆尽，镜头呢总是那个油污指纹那个状态，拍出来照片就隔着屏幕都一股子这个脑满肠肥的油腻感。拍照片之前必须得擦镜头，很麻烦。其实我用手机拍照一个最主要的场景，就是给大家拍合影。这2年呢，明显觉得别人用 iPhone 手机拍出来比我的这个更透彻，所以就偷偷埋下来换手机的种子。从2023年的 iPhone 15出来之后，我又坚持忍了1年。今天就在刚刚换掉了用了4年的 iPhone 12，然后升级到 iPhone 16 Pro Max。结果呢，有那么一点一言难尽。我把 iPhone 12和 iPhone 16的照片放在屏幕上，您看一圈，猜猜哪个是12，哪个是16？我就是纯随机测试，选择的场景都是我们平时会遇上的环境还有题材，像这种阳光明媚室外，好像什么蓝天下的阴凉地儿，好像什么昏暗的教堂啊室内。还有就是像什么黄昏的夜景，还有那种纯黑的夜景。先说说您第一眼喜欢左边还是喜欢右边？当然了，您可以猜猜左边是16还是右边是16。说说我的看法吧，全屏看其实差别并不明显，放在100%之后，确实 iPhone 16的像素是有提升了，确实记录了更多的细节，但是从整体还是细节，它依然摆脱不了一股手机味儿。揭晓一下啊，左边是 iPhone 12，右边是 iPhone 16。我觉得16的反差是减少了，暗部被提亮了，当然这也符合我们人眼的观察习惯，就是看哪都亮亮堂堂的吧。暗光的画质呢也没有出现奇迹，除了反差低了一点之外，比如像天空里边还带一点幽蓝的那个色调的话，整体上还是手机夜景那种画面感。我觉得 iPhone 16还是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改进的，比如像色彩，颜色是人看照片的第一印象，白平衡呢基本上是准确，或者说色彩的表现更接近我们印象中的该有的色彩。你看晴天下用12拍的照片，整个感觉有点蓝哇哇的。其实从技术上来讲，这种蓝色确实是晴天下的色温，但是它不符合我们人的感受。iPhone 16呢，就把画面处理的有点暖色调。我觉得16对于场景的判断更加准确，更能从数据库里边找到接近真实感受的一个颜色。我总觉得它有点刻意的黄色在里边。镜头的鬼影呢有明显的改善，但是依然还存在。这是手机镜头的通病，我不是特别追究这个事儿。iPhone 12的镜头的焦距大概是26毫米，16的视角比12宽了一点，大概是在24毫米左右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12的这26的视角，24平时用起来我就有点太宽了。其实真正你需要广角的时候，反正它有0.5倍的超广角可以顶上去。iPhone 16的5倍超长焦确实比12的3倍更实用。视频功能还真不是我测试的重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虽然能拍 ProRes， 但是对我来说，用手机创作视频的可能性几乎为0。我这人存储洁癖，手机上只有家庭和生活的照片，我不喜欢把工作素材这些又大又脏的东西存在我手机里。拍出来照片它是这个样子，视频其实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我手里有那么多要画质有画质，要耐操更耐操的专门的设备，除非是应急真没得用，但是怎么也轮不上用手机来干活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您单纯想为了提升画质，从12、13升级到16，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，物理界也没有奇迹，手机它就是手机，画质我觉得是越来越接近电子和光学的极限。
16和12的差距尚且如此，那后边的13、14、15跟16的差别，我觉得应当会更小。所以说，你指望升级手机就能提升画质的话，我觉得您可以理性一点的，省的就是赚的。但是呢，钱不能白花。其实，在那之前就是看别人 iPhone 14、15拍的照片好看，我觉得基本上更多是来自于那块屏幕所带来的错觉。从 iPhone 13以后，屏幕的亮度和色彩对比12就有明显提升，尤其是这一代的 iPhone 16，在阳光下的屏幕颜色也是鲜艳和明亮，所以取景的时候呢，你也会觉得特别的清楚。虽然画质本身并没有提升，但是这屏幕的印象分贼高，用手机拍，在手机上看，所以说主观上也觉得画质我一起跟着上去了。所内外，虽然拍摄的画质并没有明显提升，但是 iPhone 16的拍照的综合的体验要好很多，而且这种感受是在方方面面都有直接的感受。比如像不光是光学的表现，比如像电池的表现强劲。像我用 A7S3 拍摄的时候，我经常会用手机做无线监视器，就像现在一样。它的电池非常耐用，所以我全亮度也不会说过热，然后降亮度，我基本上就是不熄屏了。对了，还有我说我会用手机来预览我做的 HDR 的画面，把苹果的 HDR 作为从显示到制作流程里边这个叫什么刻舟求剑式的标杆。iPhone 16是用 USB-C 口，所以基本上我现在所有设备都是 C 口。所以我可以随时用无人机运动相机的这个充电管家给 iPhone 16充电，这是一个不怕没电的相机。这个 iPhone 16的这个相机的控制键确实有点莫名其妙，哪怕我刻意提醒自己要接受，而且多使用这个按键，但是总觉得已经习惯在这个触摸屏的界面，生生让我去换到按这个物理按键，我还有点不适应。我觉得它真的是不好用，有时候按一次没反应，再使劲按一次的话又误拍了一张照片，纯粹多此一举。其实它之前不是已经有一个能够呼出相机到指定拍摄模式这个 Action 按键吗？就是相机按键，我觉得它存在的理由就是让旁人看一眼，老子用的是最新的16，对吧？我在测试这个 iPhone 12还有16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在室内拍摄的时候，我发现16拍出的照片它居然是虚的，而且是那种因为抖动而产生的虚。我反复确认过，好几张都是。我还特意看了一下 iPhone 12、iPhone 16，同样的出货方式，同样的快门速度，不是25分之1秒，就是15分之1秒。说难道16的主摄的防抖性能还不如12呢？如果你有同样的经历，请在评论或者弹幕里边给我留言，我看看我这台是不是个体差异。所以我就想确认一下 iPhone 16的防抖是不是不如12，所以我又补做了一个视频防抖的测试。结果是完全出乎意料，相反，就测试一下它的防抖表现吧。iPhone 16的视频的防抖对比12，那绝对是碾压级别的，真的像专业的运动相机一样稳定。开机开路，看没有远处那厕所没有？1、2、3，跑！这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在拍摄的时候16的画面晃的一批，就是在画面里晃，但是你在回放的时候，它是稳回来的效果极好。所以我觉得16在拍摄时候显示这个抖动的画面，可能是为了让提醒用户，就是让你有意识的把手端稳。所以 iPhone 16的防抖效果，这个真的是觉得物有所值，而且它的标准镜头和长焦镜头的防抖都是一致的表现的优秀。好啊，来，让大爷抱抱，过来，小鸟鸟，这是澳洲的喜鹊，中雀，就属于现在是繁殖季，又聪明又坏的一种鸟。聪明是它记人脸，坏是说，看看什么都吃，哇，哎呀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哪儿去了？总结 ，iPhone 12呢，我打算换块电池，继续传给孩子用我一直贴着膜装着壳，所以本机就基本上跟新的一样，估计还能再坚持2年。你看，从2020年用到2024年
手机能有这个寿命的周期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目测呢，我这台16还会再用3年以上。如果 iPhone 接下来不会出那种模拟人类双眼的双镜头的摄影模块，那我觉得应当这几年下来不会再有关于 iPhone 的这个拍摄的测试了。感谢您和 iPhone 12的一路陪伴，我是大马猫文，咱们下期再见。